大家好，我是马古鲁，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这集带你来桃园龙岗忠贞新村文化园区参加泼水节、泼水祈福及泼水文化彩街。你有来过吗？没有来过没关系，看这期节目就知道了。话不多说，那就开始吧。去年第一次参加火把节，就觉得非常特别，意犹未尽。今年开幕这一天的早上，一看到新闻报道，今天就是米干节第一周的泼水节，第二周是火把节，马上就跟小编约好，下午就去龙岗。看到新闻报道说，今年米干节第一周是泼水节活动，延续泰缅泼水传统，但由于水情不佳，今年的祈福活动改以洒水的方式进行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不会被泼得全身淋湿。跟去年一样，先在龙岗大操场搭免费接驳车，这次接驳车是大型的游览车，还有冷气。到了云南文化公园附近下车。这边有一个清真寺，也很漂亮。在另外一边。我们饼干义卖哦，可以帮助您筛选海油。你们今天也在这边摆摊。这边，你看那个国旗弄得好漂亮，那个红色、蓝色。哦，那是国旗。那国旗。在那边要走那边，走这边好了。好，请大家吃一口汤圆，来象征性。我们要有请市长还有贵宾们呢，准备到我们的佛坛来进行礼佛，向释迦牟尼佛来进行礼拜。那也请媒体朋友们呢，先到我们礼台的请媒体朋友到我们礼台的右手边方向，好不好？请到右手边方向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有请市长以及我们的请市长直接来到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请市长移步到台下，我们由高僧呢来为市长绑红线。那贵宾们来，我们动作慢一点点哦。来，高僧请稍微慢一点点，我们让媒体朋友可以来捕捉画面。那我们的所有贵宾们呢，我们的高僧稍后也会为贵宾们。好，也请高僧呢为我们洒尽祈福，系上这个红线呢，也象征来年了，凡事都能够顺利、吉祥、平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再有请市长还有贵宾们，我们要移动脚步，准备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彩街祈福的仪式喽。那稍后呢，我们也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乡亲好朋友，大家一起加入我们彩街的行列当中哦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包括我们的好多我们在地的乡亲都穿。
我们也有让高山洒水祈福，大家踩街前往忠贞新村文化园区，经过国旗屋，再次被国旗屋上面这一大片的国旗吸引住了。中立龙岗一带聚集了许多大陆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后裔，他们的伙食经过演变就成了颇具特色的米干。其中这间国旗屋就是由军人退伍的农民老板经营，挂满国旗，因而得名。同时凭借着亲民的价格和传统口味，不断吸引许多外地客和本地人到此尝鲜。在中立龙潭地区就有500多家的米干店，每一家都各有特色，也有各自的爱好者。但到了龙岗，如果只吃米干就太可惜了，因为当地还有好多滇缅美食，也有创新的米干吃法，喜欢尝鲜的朋友可别错过了。去年来米干节就看到这家葱肉饼大排长龙，就放弃排队。这次才刚开店，几只小猫排队，我们就速速排队。原味一个30元，加蛋40元，肉馅比葱还多。老板娘说他们已经开了几10年了，她手脚很快，还可以跟我们聊天。从秋季葱肉饼旁边的路口就是清真寺的入口处，全台共有10座清真寺，龙岗清真寺是第5座的清真寺，是台湾少数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之一。于1989年整修，有座通风的祈祷大厅，从入口门楼、大殿门厅以及男女分设的礼拜殿。在展现回教文化特色，也成为北部重要的回教信仰中心之一。从这条巷子里进去就是忠贞市集，里面有卖很多文青小物，还有美食。什么？不是不像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概念。饮食盛唐，50年历史的教堂改造出的新风貌，也创出新的风味，结合传统滇缅料理的元素，加上时尚西式的吃法，让忠贞新村多了一个用餐、喝酒的好去处。非吃不可的有米干千层面、轰炸金三角、回族手工打抛鸡薄饼。我要从这边进去了。就买饮料可以在这边做。我们就在这边休息一下，吃着葱肉饼和喝着饮料。等一下就去异域故事馆商店。来异域故事馆商店逛逛，商店里有文创商品、咖啡、点心、伴手礼。商店里复刻了当时眷村的生活。如果你要参观异域故事馆，它是前年才开幕的，完整记载了异域孤军的历史。透过网络线上预约，便能博览珍稀的历史影像和征战时期的重要文物，也能透过馆内互动装置体验以及专人导览自身过往时空，感受异域孤军在金三角地区奋战的过程，也遥想他们坚韧的生活轨迹。异域故事馆采预约参观，在官网上预约，开放时间周一是休馆，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。我想明年来参加米干节的时候，应该会早上10点就先来参观异域故事馆。发现冰箱里面有卖云南手工破书包，这是在龙岗一带才买得到的美食。
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用荷叶然后绳子绑起来，这个就是越南肉粽。逛了一圈市集，最后决定还要再来买青木瓜丝，带你来看青木瓜丝怎么做。好了，这就是本集内容，希望对您有帮助，也希望您会喜欢本集内容。喜欢本集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您的订阅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动力，也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得到。我是马古鲁，我们下次见。